那怪兽可是人形？非也，其头若野猪。那为何不叫它野猪呢？瘦，它瘦，它比野猪瘦多了，还那腿又长一些。可以站立，对，也可爬树。 对，那必是野人无疑。好女刘十八，竟敢吃人肉！看你面上，谅你也不敢。是啊，是啊。明儿早上带我去看看你设的那个圈套，我也想见见你说的那个怪兽。好啊。 好啊！好像有人来了。哎呀，不呢，这荒野废役的来您一位将军，一说偶然，哎，怎会再来人呢？可我怎么听见有敲门声呢？有吗？有。 过路人遭此大雨投宿，碰上了便是缘分，尽管收留，我一起算钱。哦，好嘞。南州凌云观马不同求宿一晚。此役废，新一染在10里之外，哎，去那里投宿？哎，且慢！实不相瞒，我怀里抱着的。 乃名震长安的大画师张轩的成名作《石桥图》也。此画价值连城啊！若被雨浇了，我可没法向公主交代。我这项上人头都抵不得此画的一角，求小哥收留，也算救我一命。只是这驿馆不干净啊。没事儿，我可以自己打扫。不是这个意思。莫非有鬼？ 就是啊，那就更不怕了。我在观中专修降魔伏鬼之术啊，我可以帮你驱除恶鬼，还不收钱，可好？哎，既然你非要住，那就依了你。不过，先前来了位大将军，脾气有些古怪，你可一定要小心啊。了然。凌云观马不同，见过将军。马不同，道士。我收回我刚才的话。将军，这是何意啊？哎，也没什么。哦，你要吃点什么？贫道过午不食，哎，不像某些酒囊饭袋。说谁？ 我乏了，这右上房空着呢吧？我先睡了。站住！大胆道士，本将军在此，你还敢抢右上房？哼，
贫道此去长安是给公主送画的，你凭什么跟我争啊？公主，我奉命北上，为天子驻守边关，你拿公主吓不到我。戍边的将士多了，你够得着天子吗？你就够得着公主吗？当然，贫道会降妖伏鬼。公主已经答应我了，会保举我当大官的。若你这种人都当了官，朝廷当真就没救了，有什么？哎，在哪？你刚才不是说这驿馆不干净吗？我这道士血洒于此，以后你这驿馆也就干净了。哎！别杀人，别杀人！我害怕呀！你这道士，你怎么敢顶撞大将军呢？好，我不跟你争，我住左上房还不行吗？呸！你个道士就不该住官驿，凭什么跟我平起平坐？68，哎，在哪？随便找个柴房、厢房让他住住，等雨一停了就让他滚。好，哎呀，你。哎呀，你在这种武夫面前逞口舌之快是要吃亏的。你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在公主面前告他的状。好，回头我帮你打听仔细了。我带你住右厢房第1间，那个屋很宽敞，比上房不差。待会儿我再拿下好酒给你暖暖身子，消消气儿。你这一族倒是懂事儿。他日我若是富贵，我不会忘了你啊！将军，你早点歇息啊。等等，这一路乏得很，烧桶热水来，给我洗洗脚。好嘞。还有酒，可否留下，共饮一杯？哎呀，不行啊，那将军还要洗脚，喊我伺候呢。此人如此跋扈，最好今夜就让他遇见鬼。将军，好啦。行，去吧。给我把被子盖好。好嘞。把灯也吹了。
我们商量过，每日只让1个人进驿站。可这个道士虽然是后来的，但他手里的那幅画值钱的很呐。咱们兄弟熬到头了，只要拿着那幅画去长安卖了，我们就再也不用过这种日子了。这个有钱，看看袋子里面是金是银。宿命，宿命，宿命！别喊，没死呢，没看我这儿，哎呀，睡觉呢。你没有先服下老费给你的药，服了？那你怎么还睡那么沉？哎呀，你看看他那样子，跟鬼似的，多吓人！我要不是假装睡着了，他不就杀死我了？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再说了，我一介书生，就算我起来了，也只能给你添乱不是？那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好什么好？刚才跑了一个。跑一个算什么？这不还抓一个呢吗？有一个审就不错了。哎呀，扶我一下啊！我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骗子！骗子！怎么样？正如先生所料。薛欢，随为师准备迎敌。是。
苏县尉，别来无恙啊？你是？怎么，不认识了？你我同姓苏，我只是剃掉了胡须，兄台就不认识我了？苏无名？哎，正是本司马。既赴任南州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总觉得这甘棠义疑点重重，就回来一探究竟。怎么，不可吗？当然可以。不过，这可是我的管辖之地。我知道，所以正想问，那个刘18兄台是怎么处置的？甘棠义在押，他有没有交代这几年到底杀了多少人？已有供词，与你何干？那些被杀的人，应皆似上次的余都尉，他们出行随身都会带不少财物吧？那些财物去哪儿了？哪有什么财物？苏司马重返甘棠义，就是为了本不存在的黄白之物嘛。不存在的黄白之物，那清河崔氏因美玉传家，被杀的崔无忌身上一定有吧？刘师七何在？他们说的美玉，我怎么没见到？苏县尉，小的不知道那东西值钱，没拿来孝敬您。您快把那几个人给收拾了，我们兄弟继续为您效力。你给我闭嘴！哦，你叫刘17啊？那屋里的那个怪人就应该是刘19喽。我来甘棠县有几日了，也打听到了一些事儿。刘18的父亲本是苏县尉手下的班头，3年前就死在甘棠驿，死因不明。苏无名，你要插手此案，不可吗？轮不到你。此案诡异，这姓苏的更诡异。司马的身份应是编造出来的，将此3人一并拿下。是。且慢！姓苏的竟然有你这等无赖！你说，这几年你利用刘氏3兄弟挣了多少谋财害命的脏钱？还不动手！我不想听他再说话了，就地斩杀！哎呀，县令，怎么把您给惊动了？快，把这几个人住口！苏司马，若不是2位重探甘棠驿，我还认不清他真正的嘴脸。虽在我甘棠境内，但此案请苏司马代审。多谢王兄。请。你们3个的故事，恐怕要从小时候说起。谁来说呀？我来说吧。25年前，我娘生了我们3个，开始以为是2个，后来才发现还有他。
当时我娘已经疼得晕死过去好几回了，但发现肚子里还有一个，就让接生婆极力保全，最后她活了，我娘死了。她生下来就怪异，5岁了还不会说话，也不会站立行走，每日就在地上爬来爬去。不知我爹是听信了何人谣言，说他是个妖怪，就把他扔了。家里就剩下我们2个， 2个都多。当时要是连你一起扔了，岂不是更好？后来的事儿，我听你们的老邻居跟我说了一些。67，你从小就不学无术，爱骗人，再大一点儿又开始偷东西。你父亲在县械做事，常常因为你的偷窃遭到别人的羞辱。终于在你13岁的时候，他忍无可忍，把你撵出了甘棠县。哼，那是因为我卖了几个小丫头，他怕不把我撵走，小丫头的爹娘会过来打死我，还会连累他丢了差事。原来当年拐卖幼女之事，是你一个13岁孩子干的。对呀，老天爷负我奇才，你个老头子佩服吧？当年此案震惊甘棠，你坑害了多少人家呀？68，这件事儿你知道吗？知道，我后悔当时没向官府告发他。我是你亲哥哥，告我，你还是不是人呢？你才不是人！你偷走家里所有的积蓄，那是父亲用来供我读书的。读书有个屁用！有这么个爹，读再多书也改不了命。难道那不是你爹？他那么窝囊，他不配当我爹。在县械里当差半辈子，家里穷得比要饭的好不到哪儿去。要是我，早就大富大贵了。苏县尉，这是我刚才搜出来的，是刘17私藏的赃物，没上交给你这个救命恩人。甘棠驿曾有个老异族，死后连尸体都没有找到，应该也葬身于蟒蛇之口了吧？是啊，刚来甘棠驿的时候，我很失望，觉得人生再无前程。但后来我发现，这官驿中常常有南来北往的贤达之士，他们的举止谈吐，让我每每感到受益匪浅，更有高官会因为小小的一点关照对我以礼相待，我真的很满足。可是好景不长，甘棠驿变得怪事频发。老异族说，是我来了以后才变成这样的。我当时还不知道，原来弟弟一直跟着我。当年他被扔到后山，没有死，而是跟着一窝蟒蛇一起长大。他是认得家门的，常常偷跑回去，可是因为害怕父亲，一直不敢现身。直到我来到了甘棠驿，老异族发现院子里的鸡每每被偷吃，开始以为是黄鼠狼，但最后发现是弟弟。
他要杀了弟弟，却被蟒蛇缠住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失散多年的弟弟了，也是第一次看到他的手指可以将人肉一条一条的撕下来。我正要去制止他，他咬掉了你的手指，那是误伤。他当时后悔极了，眼睛里流了好多血。我不敢报官，也跑过去告诉父亲。父亲将刀磨了又磨，说要亲手斩杀妖孽，却被刘十七给杀了。是他先找到了弟弟，并蛊惑弟弟杀人。你竟然杀了你的父亲！我13岁时没有那么大力气，不然怎么能让那个老东西活那么久呢？畜生！甘棠义的这个案子，应该就是刚刚到任的苏县尉亲自督办的吧？我见这三兄弟可怜，就说那2个人都是死于蟒蛇之口，这有何不对？哼，你是为了借甘棠义，让他们3个替你谋财害命。这5年来，刘十七向你上交了多少财物？都记在了这个上面，是刘18记的。苏县尉啊，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你的吗？是我们第1次见面的时候，当时正是深夜，可你一听见是甘棠义的事儿，就故意没有带当值的捕手，而是带来了你的亲信。就是现在外面那些被压着的人。县令，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啊。甘棠县原本就穷，您的月俸还总欠着，更别说我和手下的一帮兄弟了。甘棠义所入，我一直是跟大家分的，如此兄弟们才有劲头查案子，不是？你闭嘴！你身为朝廷命官，自己却犯案成凶，还有脸在这儿义正言辞？请苏司马放心，像他这种丧心病狂之徒，本县令绝不会有半点袒护。刘十七，你背着苏县尉攒了这么多金银财宝，却贪得无厌，不愿早日逃脱。若刘18被抓之后你跑了，我还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你。苏无名，我怎么没有早点把你认出来呀？我要早知道你是上次坏过事的苏无名，我就应该让刘19将你撕碎活吞了。你杀了自己的父亲，刘18仍念及你们的兄弟之情，虽不情愿，但他还是跟你们一起留在了甘棠义。他一个人担下了所有的罪名，就是为了保全你和刘19。你心里有没有惦记过他？有没有跟苏县尉谈谈条件，为你的兄弟讨条活命？没有，他早该死。那老头子从小就对他偏心眼儿，我恨死他了。在甘棠义这几年，要不是他从中作梗，我们杀的人更多，我们抢劫的金银财宝也更多。我娘当时要是只生我一个该多好啊！我这么聪明，还讨得女人喜欢，
我一定能过上大富大贵、潇洒快活的日子。师傅，您说这三兄弟当中最可怜的是刘十八还是刘十九啊？你这半晌没说话，一直在想这件事？是啊，我从小穷苦，没想到这世上还有比我更苦之人。王县令是个好官儿，那刘十八并未伤过人，也许可以保住一条命。苏子曼，你在想什么？哎，我在想，不出10日，我们便可到南州。若到时，我这胡子没长出来，我这副面皮让人看着，我得多尴尬。那我们就快马加鞭，8日之内到达。我倒是要看看苏大司马有多尴尬。罗三军，你有心事啊？我心里有事，你哪只眼睛看到的？这次熊刺史把您请回来，继续当司法参军，我哥俩都替您高兴。是啊，我俩都愿意跟着您干。我卢凌风在这天天下雨的南州，还有什么事可做？哦，我听明白了，您是嫌这南州爱下雨，其实也快了，再有半个月。什么？1个月，黄梅天嘛。还要1个月？这黄梅天最适合的就是喝酒、睡觉、做梦。我感觉我整个人都要发霉了。要不一会儿找酒馆喝点酒去？哎，好呀，好呀。可见过此人？这是谁呀？是东郎。哦，对，就是他。他是何人？乞丐，打小在南州街上乞讨为生。可有偷窃前科？没有。
董郎，快追呀！还真不是他偷的，那些宝贝被藏在隔墙之中，应该是修建文庙的人存放的。啊，对，那文庙修建的还挺气派。文庙是谁修建的？无名氏。啊，是这样的，10年前啊，有人出了一大笔钱，在这南州城内的小石桥山的山脚下修建了一座文庙，但是出钱的人不愿意公开身份，所以大家都说是无名氏。听说是个老者，早已作古，没有后人。香火可望。建成之初还行，后来就没有什么人去了。哦，近3年有2个举子在那里读书备考，问过了，也都跟这些宝贝无关。这个东郎虽未偷窃，但见财起意，想据为己有，也真是可恶。他还赖着黄梅天，说下雨没法上街乞讨，饿得天天做梦，梦里都是大富大贵，所以他认为那些宝贝是他自己的，这不胡说吗？一杖子20，让他仗仗教训。啊。求孔圣人保佑，王夫君这次一定能考取功名。别念叨了，过来，喝酒呀！我可不胜酒力。再说了，我要是喝醉了，如何回家？回什么家呀？回到家，你不还是一个人吗？放肆！他可是你的同窗，你就不怕他知道？怕什么？他去城东的书铺买书了。我算着时间了，一时半会儿他还回不来。读书人，你手上有伞，怎么不给自己打上？就算不遮住自己，也要遮住怀里的书吧。莫非，难道是幻觉？是你啊！你怎么在家呢？我不在家能去哪儿啊？刚才什么声音啊？喏，你不在家，我睡觉时就把它放在床上，万一进来贼，我就把它踢下去，可以把贼吓跑。我刚才听见动静，还以……谁想到是你这个贼？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鬼鬼祟祟的。我刚回来。还知道回来啊？你干脆一直住在文庙算了，省得明年考不中又赖我。娘子，你别生气啊，我这不是回来看你了。你还知道家里有个娘子在等你啊？
今晚我在家陪你便是。娘子，你这个下午当真没有出去啊？这下了整日的雨，怎么出去啊？我一直都待在家睡觉呢，就是好像做噩梦了。回头我给娘子买一把桃木剑，挂在床头，看哪个小鬼还敢惊扰娘子。夫君你真好，不过既不是小鬼，也不是夜叉，是梦见被一个无聊之人拿一堆书砸了头。拿书砸了头？是啊，我就是做梦去给你送衣服，可你没在庙里，我就顺便去祠堂拜一拜孔夫子，保佑你明年可以金榜题名。却不知被哪儿来的狂徒从窗户扔书进来砸中了头，到现在还觉得疼。惊觉幻夜里，浮迷去，盛世繁华里，着新年生安逸，万机不休，跋涉夜行。心有火光燃动何惧风逆，是正义。为这长夜孤影寻一个真理，命运壮志为伴撑起了天地。苍生难移，将是非刻在朗朗心底，要真相重拾这正义。总有你无情暗涌在心里，出命运道尽世间情，恩为年，愿为心，河山不朽，翻云覆雨，山伏荆棘高为愿求安心，为正义。为这长夜孤影寻一个真理，凌云壮志为伴撑起了天地。苍生安逸，将是非刻在朗朗心底，要真相重拾这正义。总有千帆险境，亦不枉此行。只惧尘血落尽，空有缘为命。生死何以将情浪化尽这好风景？冉冉正气，是心有所